大家好，又到了咱们日本棋院基础教程，死活部分的内容。那咱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共同学习死活部分。首先咱们看这道题啊，这道题，白棋这里多了一颗子，那这颗子是起作用的，所以呢杀法上要小心啊。这里单点是一步好棋。如果它团眼的话呢，这样就形成打劫，这样就比较简明。但是如果是直接点呢，没有这颗子啊，咱们做过类似的，但是有这颗子呢，就情形有点不一样了。再来扑的时候，它可以这么吃，你这个不能往前冲了，是吧？这是区别。那你说我单靠呢，它走这个，这样的话它活了，这样不行。我们再来看这道题。这道题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啊，那还是10多年前在这个大竹英雄写的叫《手筋的威力》里面出现过啊。就是说不要想太多。黑棋呢，尖在这里是好棋，那你挡，我再来扳，它这里面不够活，再走，再一走，再走，这样的话它就够了空间，是吧？如果是普通想法靠一个行了，那它一退，这里的补啊，这正好够活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这道题啊，要注意这个黑棋这里有个硬腿起了作用了啊，来看看它怎么起作用啊。首先跳下，那它肯定要冲啊，这正好能拖到，它挡不下来，它只能走这个。一打吃，再一打，这样它就不够活了，是吧？那如果不这么下呢？比如说我就笨冲，然后再来拖，那它团到这里，这样形成个结，这个失败是吧？我们再来看看变形，这回硬腿跑这头来了。杀法又有不同，这个稍微有点小难度吧。首先这个跳是眼形啊，这个是要走的。然后意想不到是拖一个，那他要挡啊，好，我再来冲，我再来扳，那这得吃啊，我再来给你来一个金鸡独立，就可以了。那当黑棋拖的时候，白棋有没有可能走别的？比如说走这个，这个时候它尖一个，这个倒是很妙的一手。打吃时候我就接住，那你不够活呀，还得回头还得吃。好了，那我这回再来这个，还是金鸡独立。这就是关于角上的部分，就是这些内容了。我们再来看关于边上的啊，边上的。那么这道题呢是黑先白死。其实像这样的题啊，你就是用扳来缩小眼位就可以，但你扳的方向要注意啊，要扳那个子儿多那面，从这头来，那挡再扳，这就不行了，是吧？那你说我要是从这面来呢，这一挡这个和这个形成键合了啊，这个不行。多俩子儿，再多了个扳，白棋来做活，这样的，刚才这个是摆错啊。现在这种局面下，那多了个扳，这边来个跳，问白棋如何做活。白棋其实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弯，在有这个子的方向去弯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你走这个扑的时候啊，我就可以来这个，这样你回不了家。那当我白棋走这个弯的时候，它来点呢，那我正好在这里要求做眼，你点进来，这是个双活。轮到黑棋下，方法依然是我刚才说的那种，说黑先白死，看看怎么下，就是子儿多那面扳，就记住了扳。
他要做眼，我再来点，这样他已经不够活了啊。那你说这个棋，如果我直接点行吗？直接点他走力，你再来走，哎，这又是个双活啊，这样不行。这回是黑先白死，方法依然是从外侧先来，这样缩小眼位，简单明了。那如果说我直接点呢，这一顶，这就不行了，这里面成双活了，这不行。那我点这个呢，那这又成劫了，这也不行。所以就是从缩小眼位开始。这种局面下看白棋先走，白棋如何活呢？双活就算成功了所以这个棋呢，就是说，要求做眼那他一点入，这个点，这一打，这里面就是一个双活，那你如果走这个呢，还行了，走这个，这个是好棋吗？两边一缩小眼位，中间再一点。这么个形状，要求黑先白死。昨天在我这个自己摆这个3600题的时候，最那个高级篇，终于把它摆完了。那它最后出现的题目居然才是这个金龟奖，他就是说他把金龟奖列到最高难度。其实那本书呢，它的体系也是我觉得也有问题有些题目其实超过了金龟奖，它也都排在前面，这个都不重要了。其实死活题这东西本来你硬给它划分难易不容易。而这个棋呢就是搬缩小眼位，这样就不行了。那你搬的时候，它如果是在这面来做眼呢，这就点进去它也不行。直接来好不好？直接来就是往里点。这一打会发现这里和这里形成键合了，这个不行了这不行。这道题是黑先白死，看看这个黑棋该如何下。这题其实有点难度这题有点难度。黑棋首先点一个，这个鹰再走这个。当你去扩大眼位的时候，我再给它走个这个，这样是很清楚那这个时候如果白棋选择搅浑水那就走这个，再一扑，这个也很明显。如果不去点，直接顶在这儿呢，这个行不行呢？这个就有变化了，他走这个走这个就不行了，这接不归了，这样不行。这道题呢是白先活，有点意想不到，不容易想到。这题有点难度，就是单尖。而一般你要看过以后基本上能记住，有些时候也不是靠硬算的。那这时候黑棋呢点入是正常的啦，白棋立下倒尖，那黑棋再打，这里面就给它做成一个双活，那它尖的时候我冲，再来缩小眼位，这里面还够眼，还够眼。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我们再来看一道，这道题也是白先活，都是一些弯弯曲曲沟沟坎坎的棋，不是太容易想到。这个棋是弯一个来做，不容易想到，而且在下一步棋更不容易想到，就想走到这儿去了，这样的勾，那他肯定要往里长
再一扑，再一挡，利用对方的接不回。那如果这个棋白棋还像上一个走一个小尖子，妄图再走成刚才那个样子，但是呢，这个棋啊，白棋黑棋有这个顽强的打劫，形成了一个劫，这样呢不是双活的。这回简单了，这题就是白先活，这个超简单，这个就正常走就行了，单立。挡我就继续做眼，这样够活是吧？当黑棋立的时候啊，白棋立的时候，如果他顶进来，那这一夹呀，也够活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貌似是个板6，但是如果不补棋，看黑棋如何杀呢？这回可以顶在这里，那他走这个，这个利用对方的不入气。假如说走到下边行吗？那他一顶这个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这道题呢也是有一点难度的啊，黑先白死。黑棋首先打一个，然后再来加。那白棋长啊，再虎。如果你走这个双料吃不行，所以白棋需要走这个。这个眼不能给他，让他提，然后再来给对方做这个扑。这道题几乎所有的死活题书里都能见到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这道题呢是黑先白死。那黑棋呢，点这个3子点中间。当他虎的时候，这一断，这不入是吧？那如果白棋走这个呢，那黑棋就往前长就行。当他走这个时候，这里面不存在这个所谓的双活啊，这个两头都被掐住了。当白棋刚才是挡住，这次呢，如果是走这边行不行？走这边呢，这边打吃啊，这接不归了，这不行。这回这棋形挪到角上来了，稍有不同了。看看这时候黑棋又该如何下呢？这棋依然是顶在这里是好棋，那对方加的话呢，就形成了所谓的劫，假如黑棋不走前面顶，走这个点中间行不行？这回啊，这里形成有角的特殊性，所以这回啊，白棋是可以这样下的啊，这个不成立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那么这道题也是黑先劫，看看怎么个打劫呢？方法跟刚才是一样的。还是走在这里，它加，这就是劫啊。那如果不下这个顶，比方说我直接加一个，这是不是棋呢？这是不是棋？这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那白棋不能随手走这个，刚才咱走的长没问题，那走这个行不行？这个就坏菜了，这样的话这里面死了啊，这不行。所以这道题呢，正解就是直接顶在这里形成打劫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这道题呢是黑先白死。这比较简单了，然后这就扑就行。这里面它不够活，那当你扑的时候，它如果弯呢？直接破眼。如果说不利用这种缩小眼位的方法，直接加，这不行，这样就不行了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